最近一直在等 AMD Zen 6的朋友，我得先给你浇盆冷水。你以为等来了2纳米新工艺、性能暴涨的下一代旗舰，实际上你等来的很可能是被砍掉的核显感知不强的 NPU、更贵的首发价，以及整个 PC 产业悄悄洗牌之后，所有成本最终落到你钱包里的账单。前阵子一份 AMD 内部机密文档流出来，整个 DIY 圈直接炸了。不是因为 Zen 6的性能参数有多夸张，恰恰是因为这份文档里藏着的几个产品决策，每一个都精准踩在了老用户的痛点上。很多人看完第一反应都是 AMD 疯了，放着好用的功能不用，非要搞些花里胡哨没用的东西，纯割韭菜。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如果只停留在骂厂商良心坏了，那你就错过了这次事件背后真正重要的东西。今天我们不聊跑分，不堆参数，就往深了拆一拆。为什么 AMD 要接连做出看似违背用户利益的决策？台积电2纳米的成本到底涨到了什么程度？ Intel 和辉达突然联手，又会给整个 PC 行业带来怎样的地震？看完你就会明白，这不是某一家公司的道德问题，而是 AI 浪潮裹挟之下整个 PC 硬件行业的一次集体战略变形。所有巨头的妥协与博弈，最终的代价都会由每一个普通消费者来承担。而你作为消费者，最该搞清楚的是接下来的硬件升级路到底该怎么走。先从争议最大的一件事说起， Zen 6要砍掉核显，换成 NPU。 可能很多不玩 DIY 的人对核显没什么概念，觉得我都买独显了， CPU 带不带核显无所谓。但真正装过机出过故障的人都懂，核显这东西你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我举个最常见的场景，你新买了内存条或者显卡，插上去开机，主机风扇狂转，显示器就是没信号。这时候怎么排查问题？如果 CPU 带核显，你把独显拔了，显示器直接插主板接口，能点亮那就是显卡或者显卡插槽的问题，点不亮再去查内存和 CPU， 整个过程5分钟就能定位故障。要是没有核显呢，你得反复拔插硬件，换插槽，甚至得找一张亮机卡备用。很多新手第一次装机遇到点不亮，折腾一下午都找不到问题，最后发现就是内存没插紧。这时候核显就是你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起眼，但关键时候能省你几个小时的麻烦。还有创作者群体更是深有体会，做视频做渲染的人最怕的就是干活干到一半，独显驱动崩了，或者渲染负载太高直接黑屏。有核显的话，至少系统还能正常运行，你能赶紧把工程文件存好，重启一下就能接着干。要是没有核显，独显一崩直接黑屏，几个小时的工作量说没就没，哭都没地方哭。就是这么一个所有人都觉得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的功能， Zen 6打算砍掉了，换上来的是所谓的 NPU， 也就是专门做 AI 计算的单元。听起来好像是升级，跟上 AI 浪潮了，对吧？但问题是，这是桌面端 CPU， 桌面平台的用户绝大多数都会配独立显卡。现在随便一张终端独显的 AI 算力都是几百上千 TOPS，CPU 里那点几十 TOPS 的 NPU， 在独显面前基本就是自行车对比超跑，连零头都赶不上。笔记本上的 NPU 还有点用，能优化续航，跑点轻量本地 AI 任务，不用唤醒独显省电。但台式机本来就插着电，真要跑 AI， 谁会放着强大的独显不用，去用 CPU 里那点羸弱的 NPU？ 说白了，桌面端的 NPU 现在就是个账面参数好看，实际用不上的鸡肋功能。更有意思的是，隔壁 Intel， 不管是入门的 i 飞还是旗舰的 i9， 全系列 CPU 都标配核显，从来没说过要砍掉。人家也有 NPU， 但人家是在保留核显的基础上加 NPU， 不是2选1替换。看到这儿，你肯定会问， AMD 难道不知道核显有用吗？难道不知道桌面端 NPU 很鸡肋吗？当然知道，能做到全球2大 X86 厂商之一的团队，不可能连普通玩家知道的事儿都不懂。那为什么非要这么干？别急，这个答案我们先放一放，等聊完后面的成本账，你自然就懂了。这从来都不是一个技术选择题，而是一道成本计算题。行为经济学里有个很有名的概念叫损失厌恶，意思是同样一件东西，你失去它的痛苦要远远大于得到它的快乐。放在 CPU 上就是这样，给你加一个你用不上的 NPU， 你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把你本来就有的核显砍掉，你立刻就会觉得不舒服，觉得自己亏了。AMD 当然懂这个道理，但他还是选了这么做。
只能说明成本压力已经大到让他宁愿承受用户的不满，也要把成本压下去。如果说砍核显还只是让装机党觉得不舒服，那接下来 FSR 4.1的操作直接把大批 A 卡老用户的信仰干碎了。消息出来的时候，整个 A 卡圈直接炸锅。FSR 4.1作为 AMD 下一代的超分辨率技术，首发只会支持 RDNA 3和更新架构的显卡，而当年销量极高的 RX 6000系列，也就是 RDNA 2架构的用户，要等到2027年才能用上这项新技术。中间差了整整2年半，很多人当年选择 A 卡，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冲着占未来这3个字。AMD 的驱动持续优化，老卡能一直吃到新功能，占个3-5年不成问题。RX 6000系列发布到现在才3年多，按照以往的逻辑，正当年的时候，结果新功能直接把你排除在外了。换谁不寒心？刚买卡的时候跟我说占未来，现在新技术出来了，告诉我的卡太老了不配用。这不是背刺老用户是什么？但情绪归情绪，我们冷静下来拆一拆，为什么会这样？真的是 AMD 故意抛弃老用户吗？其实不全是，核心问题出在架构上。RDNA 2架构设计的时候 ，AI 大爆发还完全是没影的事。那时候大家做显卡拼的就是光栅性能，光追都还是刚出来的新鲜事物。AMD 在设计 RDNA 2的时候，根本就没往里面放专门的 AI 计算单元，所有和 AI 相关的运算都只能靠通用着色器去硬算。这就好比人家工厂里有专门的精密加工流水线，做精细活又快又好，你这边没有专用设备，只能让普通车间工人临时改行去做精密加工，不是完全不能做，但效率低得可怕，做出来的东西精度也跟不上。FSR 4.1是深度结合 AI 计算的技术，放在没有专用 AI 单元的 RDNA 2上跑，效果会差很多，优化成本也极高。AMD 不是不想给老卡更，是更了效果也不好，还要投入大量研发资源，投入产出比实在太低。我们再转头看看辉达，人家从2018年的 RTX 20系开始，就给每一张显卡都塞了 Tensor Core， 也就是专门的 AI 计算单元。那时候全网都在骂，说光追是噱头 ，Tensor Core 没用。辉达搞这些就是为了涨价割韭菜，结果6年过去 ，AI 浪潮一来，当年所有人都觉得没用的东西，突然就成了最硬的护城河。DLSS 一代比一代强，老卡也能跟着更新驱动吃到新功能，本质上都是因为6年前人家就把硬件底子铺好了。很多人喜欢拿这件事说 AMD 技术不行，目光短浅，但我得说句公道话。这真不全是眼光的问题。辉达当年敢赌 AI 的未来，是因为它有足够的本钱试错。那时候辉达已经是显卡市场的绝对老大，营收利润都足够高，哪怕 AI 这条路走不通 ，Tensor Core 浪费了也伤不到根本。但 AMD 不一样 ，RDNA 2研发的那几年 ，AMD 刚从财政危机里缓过来没多久，每一分研发预算都要掰成2半花，所有资源都得优先投到能立刻提升性能、拉动销量的地方，根本拿不出多余的钱去赌一个看不见影子的 AI 未来。说白了，不是 AMD 不想布局，是当年的他赌不起。只是谁也没料到，行业风向变得这么快，短短几年时间 ，AI 就从一个边缘概念变成了左右整个 PC 产业走向的核心变量。一步慢，步步慢。现在的 AMD 只能在 AI 的浪潮里被动追赶，代价就是老用户要跟着一起买单。这件事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里。当年 AMD 靠着占未来的口碑，拉走了不少觉得辉达挤牙膏的用户。结果 AI 浪潮一来，最先扛不住，要牺牲老用户利益的，反而是当年喊着占未来的那个。不是厂商不想讲情怀，是在行业巨变面前，情怀根本不值钱。聊完消费级产品的2个争议点，我们再看看 AMD 的高端产品线。和消费级的 CoCo 不一样，在高端工作站市场 ，AMD 下手可是一点都不犹豫。下一代 Threadripper 处理器，代号 Master Peak， 直接放弃了现有的 TR5 插槽，换成全新的 TR6 插槽，全面支持 PCIe 6.0。也就是说，现在买了 Threadripper 平台的用户，下一代想升级 CPU， 连主板一起全得换，没有任何向下兼容的可能。很多人可能又要骂了，说 AMD 又换接口割韭菜，就不能学人家 Intel， 接口多撑几代。但这件事还真不能怪 AMD。PCIe 6.0 的带宽比 PCIe 5.0 直接翻了1倍，对信号完整性的要求高了不止1个档次。
旧的插槽物理规格根本满足不了 PCIe 6.0的高速信号要求，强行兼容的话，要么跑不满带宽，要么稳定性出问题。对于买 Threadripper 的用户来说，这都不叫事。会买这种工作站级处理器的人，要么是工作室做渲染、做仿真，要么是企业做服务器。他们买这套设备是用来赚钱的。PCIe 6.0带来的更高带宽，能让他们插更多的显卡，更多的高速固态，项目跑得更快，交付周期更短，多赚的钱早就覆盖换主板的成本了。这类用户对价格不敏感，对性能极度敏感。你只要能给我更强的性能，换接口根本不是问题。甚至可以说，他们巴不得每一代都换接口，只要能带来实打实的性能提升。你看，同样是换接口，放在消费级就是骂声一片的割韭菜，放在工作站级就是理所应当的技术升级。本质上不是换接口这件事，对不对？是对应的用户群体对成本的敏感度完全不一样。而 AMD 的产品策略也完全跟着用户的付费能力走，该省的地方拼命省，该堆的地方拼命堆。看到这里，你应该已经隐约感觉到了 AMD 这一系列看似矛盾的操作背后其实都指向同一个原因：钱不够了，成本太高了。而压在所有芯片厂商头上的那座成本大山，就是台积电的先进制程。这也是今天整个故事最核心的底层逻辑。为什么所有厂商都开始做减法？为什么下一代产品只会越来越贵？答案全在台积电的报价单里。现在行业里传出来的消息，台积电2纳米工艺的晶圆一片的报价已经逼近3万美元。你没听错，一片12寸的晶圆代工价格3万美金，折合人民币超过20万。可能很多人对晶圆没概念，我给你算笔账。一片晶圆是圆形的，要在上面切割出一颗颗方形的 CPU 芯片。CPU 的核心面积越大，一片晶圆能切出来的数量就越少，单颗芯片的成本就越高。5纳米时代，一片晶圆的价格大概是1万多美元，到了2纳米，直接翻了快1倍。哪怕工艺进步了，同样面积能塞下更多晶体管，但成本的涨幅远远超过了集成度的涨幅。算下来，单颗2纳米芯片的制造成本比5纳米时代涨了一大截。这还只是量产稳定之后的报价。2纳米刚量产的初期，良率上不去，废片多，实际成本只会更高。一片晶圆切下来近一半都是坏的，那单颗芯片的成本还得再往上翻。厂商不可能自己吃这个亏，首发价肯定会定得很高，等良率上来了再慢慢降价。但和以前相比，降价的速度会慢很多，毕竟成本底线摆在那里。这还没算芯片的设计成本、研发成本、封装测试成本，先进制程的芯片设计成本也是指数级上涨。一款旗舰 CPU 的研发费用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美元，所有这些成本最终都会摊到每一颗卖出去的芯片上。成本涨了这么多，厂商怎么办？只有2条路，要么直接涨价，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要么就在芯片里做减法，砍掉一些不那么刚需的功能，缩小芯片面积，用更少的晶圆切出更多的芯片，把单颗成本压下去。现在你再回头看 Zen 6砍核显换 NPU 的操作，是不是就完全通顺了？核显在 CPU 里占的面积可不小，把核显砍掉，换成面积小得多的 NPU， 芯片整体面积就能缩小一大截，同一片晶圆就能切出更多颗 CPU， 单颗成本直接就能降下来。至于用户觉得核显有用，没办法，成本压力摆在这儿，总要有人做出让步。很多人说摩尔定律已经死了，其实不准确。摩尔定律说的是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每18个月翻1倍。从技术上来说，这件事还在继续，2纳米、1.4纳米还在往前推进，但真正死掉的是摩尔定律的经济属性。以前每一代工艺升级，晶体管数量翻倍，性能翻倍，单颗芯片的成本还能保持不变，甚至下降。消费者每2年花同样的钱就能买到性能强1倍的产品，这才是大家熟悉的科技进步。但现在不一样了，先进制程的研发成本、制造成本涨得太快了，工艺越往前走，成本上涨的速度就越快，已经远远超过了性能提升的速度。摩尔定律还在技术上往前走，但在经济上已经走不动了。以前我们说摩尔定律是技术推着行业走，每一代工艺进步，消费者都能享受到红利。现在更像是成本推着行业走，每一代工艺进步，消费者都要跟着承担更高的价格。技术还在往前走，但受益者已经慢慢从普通消费者变成了晶圆厂和上游设备商。
以后的芯片每一代性能确实会更强，但价格也一定会更贵。以前那种加量不加价的好事儿会越来越少，厂商为了保住利润，只会不断在产品上做减法，把成本压力一层一层往下传，最终买单的还是我们这些普通消费者。讲到这里，我们聊的还只是 AMD 一家的处境，但接下来这件事才是真正能改写整个 PC 行业格局的深水炸弹。它会把 AMD 逼到更难的境地，也会让整个 PC 市场的权力结构彻底重构。这件事就是 Intel 和辉达这对斗了几十年的老对手要秘密联手了。他们合作的产品代号叫 Serpent Lake， 是一款整合了 X86 CPU 核心和辉达 GPU 架构的合体芯片，预计2028年推出。简单说就是 Intel 出 CPU 架构和 X86 授权，辉达出 GPU 和 AI 技术，双方联手做一颗处理器，直接瞄准轻薄本和移动端市场。这个消息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Intel 自己有核显，辉达自己也想做 CPU， 这两家怎么可能走到一起？但只要拆开双方的处境和诉求，你就会发现，这简直是天作之合。先看 Intel 这边 ，Intel 现在全力发展代工业务，想把自己的晶圆厂对外接单，和台积电抢市场。但做代工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大客户，是稳定的大订单，才能把产能填满，把成本摊薄。辉达就是最理想的大客户，订单量大，出价高，对先进制程需求旺盛。拿下辉达的订单， Intel 的代工业务就能快速起量，技术迭代也能有足够的资金支撑。而且 Intel 手里攥着 X86 的专利授权，这恰恰是辉达一直想要却拿不到的东西。再看辉达这边，辉达现在 AI 算力如日中天， CUDA 生态更是牢不可破，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短板，进不去轻薄本市场。现在的轻薄本都是 CPU 集成核显，不需要独立显卡。辉达的 GPU 性能再强，功耗降不下来，也塞不进轻薄本里。而 X86 架构的专利掌握在 Intel 和 AMD 手里，辉达自己做不了 X86 CPU， 一直没法真正渗透进 PC 处理器的核心市场。和 Intel 合作就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用 Intel 的 X86 CPU 核心搭配辉达的 GPU 架构和 AI 算力，直接做一颗集成芯片塞进轻薄本里。到时候轻薄本也能拥有完整的 CUDA 生态，能跑本地大模型，能做 AI 创作， AI 算力直接碾压现在所有的核显。这招打出来，最难受的是谁？毫无疑问是 AMD。AMD 现在在 PC 市场最稳固的基本盘就是移动端的 APU， 靠着比 Intel 更强的核显性能， AMD 在轻薄本市场抢了不少份额。很多人买轻薄本选 AMD， 就是冲着它的核显能玩玩轻度游戏，做点简单的创作，比 Intel 的核显好用很多。但如果 Intel 和辉达的合体芯片出来了，这个优势瞬间就没了。辉达的 GPU 架构做核显，性能肯定比 AMD 的核显强得多，更别说还有完整的 CUDA 生态和 AI 算力加持。到时候消费者选轻薄本，一边是带 CUDA AI 拉满的 Intel 加辉达组合，一边是传统的 AMD APU， 怎么选几乎不用想。一旦这款芯片量产， AMD 在轻薄本市场积累了这么多年的 APU 优势，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被瓦解。这不是某一代产品的输赢，而是整个基本盘的动摇。相当于 AMD 守了这么多年的后花园，直接被人家联手抄了后路。你现在再回头看 AMD 的所有焦虑，所有看似迷惑的操作，就都有了答案。前有 Intel 在 CPU 赛道步步紧逼，后有辉达带着 AI 生态降维打击，中间还夹着台积电涨个不停的制程成本。AMD 不是不想做完美的产品，是它真的没有多余的筹码，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很多人喜欢把企业竞争当成爽文看，觉得谁技术强谁就能赢。但真实的商业世界从来都不是比谁的产品更完美，而是比谁的牌更多，谁的容错空间更大。辉达当年敢赌 AI， 是因为它有游戏显卡的基本盘托底，输得起。Intel 现在敢到处找合作，是因为它有 X86 专利和晶圆厂，手里有筹码。台积电敢不断涨价，是因为它攥着最先进的制程，别人都做不了。只有 AMD 手里的牌最少，容错空间最小，每一个决策都要权衡利弊，每一次妥协都要牺牲一部分用户的利益。他不是不想当好人，是当好人的成本太高了。这就是 AI 浪潮下的 PC 行业真相。
神仙打架，凡人买单，巨头们在上面博弈布局，赌注都是几十亿、上百亿美元，最终所有的战略成本、试错成本、妥协成本都会一点点落到每一件消费级产品上，由我们普通消费者来承担。聊到这里，肯定很多人会问，说了这么多，那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买？这也是我今天最想和大家说清楚的一件事。是时候打破占未来和晚买享折扣的迷思了。过去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了 PC 硬件的升级节奏，新一代出来性能暴涨，价格和上一代差不多，等半年还能降价，所以大家都愿意等，觉得越晚买越划算，买新不买旧。但这个逻辑在摩尔定律经济失效的今天，已经慢慢不成立了。首先，下一代产品的首发价格只会更贵，不会更便宜。2纳米的成本摆在那里。Zen 6的首发价大概率会比现在的 Zen 高一大截，而且因为成本高，厂商降价的动力也会变弱。以前半年降几百的情况，以后会越来越少见。你等了1-2年，可能价格也没降多少，反而白白浪费了1-2年的使用时间。其次，你等来了新技术，也大概率等来了功能阉割。为了压成本，厂商会砍掉很多你真正用得上的功能，换上一堆听起来高大上，实际用不上的概念性功能。就像砍核显换 NPU， 账面上看是跟上 AI 潮流了，实际对普通用户来说，体验反而是倒退的。最后，技术迭代的方向变得太快了，你根本赌不对未来。今天火的是 NPU， 明年可能又有新的概念，你为了某个未来功能多花了钱，可能用了2-3年都没真正用上几次，最后换代的时候还是一样过时。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玩家、普通创作者来说，买成熟的现有平台其实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就像现在的 AM5 平台 Zen 和 ZN 都已经很成熟了，驱动稳定， bug 少，该有的功能都有，价格也落到了合理区间。你不用为了虚无缥缈的下一代多花钱，不用当新产品的小白鼠，也不用为厂商的战略焦虑买单，装一台符合自己当下需求的机器，该玩游戏玩游戏，该做创作做创作，用个3-4年完全没问题。等3-4年后，行业格局也明朗了，新技术也成熟了，成本也稳定了，再换新平台也不迟。说到底，电脑是工具，不是理财产品，也不是信仰载体。我们买电脑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使用需求，不是为了给厂商的战略博弈站台，也不是为了追什么技术潮流。适合自己的当下能用好的就是最好的。很多人总喜欢在硬件上追求一步到位，觉得买个顶级的能用5年10年，但在这个技术加速变化的时代，根本没有什么一步到位。你今天眼里的顶配，过2-3年可能就成了平平无奇的终端，再过5年照样过时。与其花大价钱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不如把钱花在当下的体验上，用合适的价格买当下成熟好用的产品，好好享受它的价值，比什么都强。说到这里，也想问问大家，你是打算继续等下一代 Zen 6看看情况，还是准备现在就入手成熟的现有平台？你觉得这次 Intel 和辉达的联手真的能改变 PC 行业的格局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选择和看法。如果你喜欢这种拨开产业表象，讲透底层逻辑的内容，愿意跟着我一起看懂科技行业的商业博弈和消费决策，欢迎关注我的频道。后面我会继续拆解更多半导体、AI 和消费电子行业的深层逻辑，帮你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看清真正重要的东西。最后和大家说明一下，今天聊的所有内容都是基于目前公开的行业信息和泄露文档做出的个人分析与判断，仅作为信息分享和观点交流，不构成任何购买建议或投资建议。涉及具体的产品选择和消费决策，还请大家结合自身的实际需求和预算来理性判断。